你朋友演老八穿越到了怪谈场景养老院，他将成为一名护工，请帮他活过1天1夜。通关后，你将获得奖金50万。又是大凶之地呀！这活我告诉你啊，我要不是缺钱，我都不带接的。我最近是嗓子不好，爱吃橙子，这50万他怎么不得买好几斤呢？行吧，开始吧。老八在护工休息室醒来，时间是下午5点半左右。老八身上穿着绿色的护工服，在门上发现了4条规则。规则1，这是一份非常需要耐心的工作，无论那些老人说什么，都请无视。规则2，老人的食物和水温度很重要，请您在他们用餐时提前尝一下食物和水，以确保温度合适，不要让他们闹肚子。规则3，护工需要保持强壮的身体，以帮助背孕老人。所有的护工都必须每天锻炼，同时也要好好保养皮肤，尽量不要受伤。规则4，老人都有一些奇怪的习惯，如果你晚上听到一些奇怪的动静，请千万不要外出查看。锻炼身体可以理解，但为什么保护好皮肤呢？又不是参加真人秀那种比娘们儿还娘们儿的男的。别怪我老提啊，我是真恨这帮废物啊！华夏影视行业就是被这种人带歪的一群不争气的东西。还有这个规则2啊，为什么非得尝一下子呢？感受温度的话，那手也行啊。说不上哪儿不对劲儿啊！你先出门看看地形吧。老八走出了护工休息室，这里没有想象中的空旷，往来的年轻护工有男有女，和老八穿着一样的衣服。走廊里有或扶着墙壁走动，或坐着轮椅的老人，他们和护工开心的聊天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，一副其乐融融的景象。这么和谐吗？这都是表象，你继续找吧啊！关键线索都在细节里头。此时楼道的铃声响了，美妙的电子女声提醒大家到餐厅去吃饭。一些护工或搀扶着老人，或推着轮椅朝着某个方向走去。一个扶着墙走路的老人冲老八招了招手，老八赶紧上前搀扶住老人，也朝着餐厅方向移动。老大爷笑呵呵地询问老八一些不疼不痒的问题，比如今年多大年纪了，平时睡眠质量如何，有没有什么大病，甚至还在说话的时候把手伸到老八的身上抚摸。老八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这老爷子是不是有啥特殊癖好啊？不过根据规则1啊，你可以完全忽略他说的话，不用搭理他。另外你必须要注意一件事儿，就是你千万别着急去领饭，你尽量往后拖。你看看其他的护工给这些老人吃饭的时候，他尝不尝那个食物。既然有其他的护工，咱就做一个参考。老八表示明白，搀扶到餐厅之后，他将老人送到一个桌子旁坐下，便快步离开了。此时有一个身穿红色衣服的护工朝老八喊了一声，叫他过去帮忙打饭。老八没有借口，只好跟随着护工的队伍往外走。但此时老八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，之前这些年轻的护工搀扶着老人走路看不出什么异常，但现在他们看起来却并不像是年轻人，他们步伐缓慢，精神萎靡，脸上的笑容十分僵硬，有些人的双眼更是犹如梦游一般朦胧，走起路来有不同程度的摇晃，排队行走宛如一群行尸走肉。哎呀，规则3里的前半段没有红字，说的可是所有的护工都要锻炼身体，而且还都是年轻人，不可能走路都这样，说明这根本就不是身体上的问题。你也别表现得太正常啊，你也跟他们一样上一点，别穿帮哦。老八很快加入了摇晃大军，来到了地下1层领饭。他们将饭装在一个小车上，2菜1汤，用对应的号码牌送到餐厅的每一个桌子上。老八的小车上有4个人的饭菜，需要将饭菜送往6号桌。你该崴脚了哦，进门的时候这个机会就不错。老八在进入餐厅时故意崴了一下脚，摔倒在地。周围的护工并没有过来帮忙，而周围的一些老人则是用一种冷漠的目光齐刷刷地看着老八，有些人的眼中甚至出现了一丝嫌弃。老八重新站了起来，一瘸一拐地推着小车走进了餐厅。由于他崴脚耽误了时间，很多护工已经开始了给老人们尝饭。护工们用勺子和筷子把饭菜和汤都尝了一遍，随后分别递给那些老人，而老人们竟然贪婪地将护工用过的餐具用力地在嘴里吮吸干净，才开始享用饭菜。那种陶醉的表情让老八无法理解。这不难理解呀，所有的护工都精神萎靡，恐怕就跟尝饭这个事儿有关。
你朋友严老八穿越到了怪谈场景养老院，他将成为一名护工，请帮他活过1天1夜。Presley， 老八在厨房领到了自己的餐车，需要送到餐厅的6号桌。在门口，老八故意崴脚耽误了时间，发现其他的护工已经开始替那些老者品尝饭菜了。而令人惊讶的是，那些老者用力地吮吸护工使用过的餐具，脸上的表情都十分陶醉。陶醉？咋的？护工的哈喇子上有蜂蜜呀，尝到甜头了。哎呀，你可真脏！老八慢悠悠地推着车来到了6号桌，拿起了第一份食物，准备尝一下温度，却在这饭盆的下面发现了3条规则。规则5，请务必满足老人的需求，不要违背他们任何意愿，这对你非常重要。规则6，身穿黑色衣服的老人没有必要对他们太好。规则7，为保证老人身心健康，我们为老人准备了丰富的精神娱乐活动，即欣赏护工下棋，请开动脑筋，展现你的聪明才智。哎，发现疑点了啊！规则5是个突破口。规则5前半句是满足老人的需求，红字看似是同样的意思，这都跟规则1这个绝对规则相悖，所以还是无法区分红字的好坏。但其实不然。首先，规则5红字是不要违背任何意愿，这个任何这俩字就非常的绝对，这个才是跟规则1相悖的。但去掉红字的部分跟规则1根本不冲突，这个我一会儿再给你解释啊。你只需要知道现在红字大概率是坏的，既然它是坏的，那咱们就不用尝。哎，你爱吃不吃，他们嘟囔啥你也别吱声，就这么干，先看看他们能啥的。老八放下了拿起的勺子，直接将餐盘端到了桌子上。几个老人顿时疑惑地看向老八，老八直接忽略了他们的眼神，放下所有餐盘后推起小车就跑。另外，你看看规则6里头提到的这个黑衣服的老人都在啥地方？老八推着餐车四下走动，终于在餐厅的一角发现了几张桌子，这些桌子上坐着的都是身穿黑衣的老人，照顾他们的护工心不在焉，有些甚至玩起了手机，而有一些甚至在强行给那些老人喂水喂饭。奇怪的是，穿黑衣服的老人大概有20几人，却全都坐着轮椅，不会说话，眼睛里写满了惧怕和绝望。被人强行喂饭的老人用力地摇着头，饭菜抹到了他的脸上和前胸，护工却用勺子撬开他的嘴，强行往里灌汤。锋利的勺子边缘将老人的牙龈戳得血肉模糊，老人却只能无助地发出呜呜的声响。所有的黑衣服老人都不能说话，而且全都坐着轮椅，这里头肯定是有线索。你这么的啊，你也上去帮忙，你就帮那个正在喂饭的护工。规则里头没写不能干预其他人工作，大概率是不触犯规则，而且你不要直接干预，你就站在他旁边，你看他怎么办。老八推着餐车来到了那强行喂饭的护工身旁，这护工是一个皮肤黝黑的男子，他停下了手里的动作，用无神的眼睛打量老八，随后嘴角出现了一丝笑容，这笑容并不僵硬，似是发自内心。他将手里的饭菜递给了老八，随后拿起了一个杯子，快步离开了。老八看着护工离开，有些发愣地看向黑衣老人。黑衣老人嘴角流着血，先是惊恐地看着老八，似乎是看到了老八眼里清澈的愚蠢和憨实，他剧烈地挣扎了起来，竟然勉强从身下拿出了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，艰难地写起字来。老八从颠倒的角度一时间没看懂老人写的字，但清楚地看到老人是写了7个字。可是当老人将纸条交给老八时，老八却只看到了6个字，上面写的是我想死，帮帮我。哦，你看着他写了7个字，但是只有6个字。你看看这几个字之间有啥明显的间隔吗？的确，在我和想这2个字之间有一个突兀的间隔。那你现在就当着这个老人的面把这6个字念一遍。老八轻轻地念了一遍纸条的内容，老人却突然惊恐地睁大眼睛，剧烈挣扎着从老八的手里夺回了纸条，揉碎。他重新写下了7个字，但当老八拿起纸条时，仍然是那6个字：我想死，帮帮我。不用给他了，这显然是个怪谈的陷阱。我们现在已经掉进这个陷阱里了。我要告诉你一个残忍的事实啊，我们现在必须杀了这个老人，才能不触犯规则，因为规则5
说的是务必满足老人的需求，这个老人没有说不包括黑衣老人，那就是包括。不管他纸条的内容是不是他原本要表达的，但我们看到的现在就是这个，所以必须满足这个需求。可老爸说规则1说的是可以无视老人的话，这就是我为啥告诉你规则5和规则1不冲突。规则1说的是无视所有老人的话，而除了说话之外，写字也可以传达信息，所以只要不是说话传达的信息都必须满足。别犹豫了，今天这个人必须得死。你朋友演老爸穿越到了怪谈场景养老院，他将成为一名护工，请帮他活过1天1夜。Previously， 老爸在餐厅发现了黑衣服的老人，他们正在被护工强制喂水喂饭。老爸过去接管了一名黑衣老人，老人向老爸递出了一张纸条，老人写字时是7个字，但老爸看到的却只有6个字：我想死，帮帮我。而你推断这是规则的陷阱，既然看到了纸条，那么必须满足老人的需求，将其杀死。没有必要亲自动手啊！根据纸条上的内容，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到他。比如说最简单的，你把这个纸条就交给那个穿红衣服的护工试试。黑衣人在其他护工没看到的情况下给你纸条，显然他纸条的内容是不能被护工看到的，而且其他人看到这个纸条上他的字儿很可能跟你看到的都不一样。老爸犹豫了，他觉得这样对老人太残忍了，毕竟他是老人唯一的希望，而现在你却要他出卖老人，这好吗？这不好。我理解你的善良哦，但是你拿起来刚才那个护工逼他喝的那碗汤尝一口，你告诉我那是啥？老爸用手指沾了一下那黄色的汤，很咸，而且有一股。你通关这个怪谈之后，这怪谈可能会破解掉，但如果你现在触犯规则了，你可能暂时救了他，但你死了。他们所有人都会无休止的遭受这种虐待直到死亡，你觉得哪个好点？这老头看穿了老爸的憨实和愚蠢，却没有想到他背后还有一个你。他疑惑地看着老爸走向了红衣护工，并将纸条递给了红衣护工。老人眼中流露出强烈的恐惧，他剧烈挣扎着想要移动轮椅，但红衣护工已经带着人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，命令几个护工强制将老人推回了宿舍。随后红衣护工命令所有护工将老人们带到娱乐室，老爸也跟随来到了另一个房间。这里摆放了许多棋盘，有围棋、象棋、五子棋、军棋、跳棋、斗兽棋。红衣护工要求所有护工两两一队开始下棋。这里头你会玩哪个呀？老爸说他最会玩象棋，那就选象棋。规则7里的红字意思是展示你的聪明才智，那既然红字是坏的，反义词就是隐藏你的聪明才啊，你也没啥可隐藏的啊，反正越傻越好吧。所以你只能输啊，不能赢，而且还输的不能太假。老爸说想输的话，那应该选一个不会的呀。那不行，会的你才能保证输，不会的我怕你蒙赢了。有道理。老爸找了一个象棋的棋盘坐下，在棋盘上发现了3条规则。规则8：若是不幸有老人去世，请千万不要通知家属，立即将老人送往地下1层。规则9：老人们需要充足的睡眠，并且非常怕光。每晚11点，请务必巡逻检查一次，帮忙关闭灯具、电视机，并确保所有老人都安详睡去。规则10：我们的伙食非常健康，多以流食为主，不定期提供美味的瘦肉粥，请一定不要浪费食物，享用干净哦。最后祝您住院愉快，选择本养老院是您最明智的决定。送往地下1层，我要没记错的话，那厨房就在地下1层吧？按照你的要求，老爸玩了2个小时，输了2个小时，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老人对他有兴趣了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从老人的休息区里推出了一个担架车，车上是一个黑色的袋子，担架车径直推往了地下1层。大概过了20分钟，走廊内的大喇叭开始广播明天的早饭将会有皮蛋瘦肉粥。老人们顿时欢笑着交谈起来，言语间似乎对明天的早餐充满了期
期待。啥玩意儿啊！我今天晚饭安排的就是皮蛋瘦肉粥，你让我咋吃呀？娱乐时间结束，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9点，所有护工都将老人送到了休息区。老人们的休息区是集体宿舍，4人一间，有一条长长的走廊连接，而护工们的休息区就在走廊的另一端。10点，许多宿舍内的电视机还在响，10点半就已经有很多宿舍响起了鼾声。10点50分，整个养老院都彻底安静了下来。但就在此时，走廊里传来了一阵脚步声。脚步声先是非常缓慢，随后是正常，再随后是奔跑，急速奔跑，疯跑，来来回回持续不断，甚至偶尔夹杂着一些兴奋的笑声。打开窗户看一眼，看看是啥玩意儿啊？老爸说，规则4提到老人都有奇怪的习惯，出现奇怪的声音千万不要外出查看。哎，咱也没外出啊，这不在屋里查看吗？有道理。老爸起床来到了窗边，透过窗缝朝外面看去，伴随着脚步声由远及近，一个怪异的黑影在窗前掠过，速度之快不似人类。就在此时，一阵闹铃声在老爸身后响起，吓了他一跳。走廊的奔跑声也戛然而止，原来是11点整，提醒老爸出去巡逻的闹钟响了。好家伙，这走廊里是有个096啊！不过你现在可以出去巡逻了啊！刚才你开的窗户，闹钟响了，外边那东西肯定是不跑了，快出去吧啊！哎，等等，你拿个手电筒，功率越大越好啊！老爸换了一条新裤子，找到了一个大功率手电筒，打开门来到了走廊。他先是探出头左右看了看，走廊里静悄悄的，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影。哎，放心，他肯定是藏在暗处看着你呢啊，暂时不会贴脸。老爸颤抖着进入走廊，来到了老人们的休息区。宽大的玻璃窗户可以看到里面老人的睡觉情况。由于光线昏暗，老爸只能趴到窗户上往里看。他一个接一个的窗户看去。当他来到9号房间时，他看到一张床上的老人背对着他侧躺在床上，在假装睡觉，因为他身体在不停的剧烈起伏。停，你就这样看着他啊，咱们又落入规则的陷阱了。规则9让你确保老人安详的睡去，这个他妈显然不安详，所以你还不能走啊，你只能在这儿盯着他，等他睡着了才能离开。按照之前的种种线索，这些护工肯定只是为老人们养的提供年轻躯体的容器。但我之前不太明白的是，他们到底是直接霸占这些年轻护工的身体，还是在夺取他们的生命力呀？事实证明啊，两种方式都有老人选择的可能性更大。那种黑衣老人就是被互换了身体的护工，而精神萎靡的那些护工就是被不断吸收生命力的人。而很显然，这里的老人基本上都知道并且接受了这些，加上刚才在走廊里奔跑的那个速度，说不定就是哪个刚刚获得了新生命力的老人在试验自己的体能，他们有可能就是怪谈的本身。老爸听得精神太过集中，只知道盯紧那床上的老人，但当他余光看向其他床铺时，顿时惊恐地发现，另外3个床铺上的老人竟然消失不见了。他们刚才明明还在的。他骇然看向了门口，只见3个黑影正姿势怪异地定格在原地盯着他。哎，本来还以为能简单点，等他睡觉就过了，没想到还是得对抗一下子。打开你那个手电筒啊，然后把走廊的所有灯全都打开。似乎是察觉到了老爸的意图，那3个黑影嚎叫着朝老爸冲来。老爸啪的一声打开手电筒，惨叫声顿时响起。老爸继续打开了走廊灯，整个养老院顿时回荡起恐怖的嘶吼和怪叫。哎，这下都安详了吧？